如果只有一笔伸出的比较长，那个都不算在里面。例如，你不能说这个宽度从这个撇的这个尖尖的这里，然后算到那这里，不是这样算，而是算到这里而已。所以你不能说从这个撇的尖端算到这里，哇，这个字就变成扁的啦，对不对？那不是这么算的啊。像这个7，我们也只是从这个3点这个水部算到这里，算到这里，这样上来，这里伸出来的不算。那像我们写归去，有没有？归去来此那个归，那个归不是最后是一个金悬针吗？那悬针可以拉1倍，就写行草的时候，它可以拉上面那个扫帚的轴上面的1倍下来。那你不能说啊拉下来啊，所以我那个高度就算到那个悬针的尾端，不是这样算的，算到那个金的最后第2笔那里为止，那个悬针是不算的。啊，我们在讲一个字的高宽比的结构是啊，像这样来看待。这一个地方是瘦高型的字形啊，瘦高型当然就是像月啦、有啦、针啦这种啊，像工具的具啦，啊，类似这一些，它都是瘦高高的。我们在讲楷书，它那个2个书画的那个宽度啊，它也有一定的比例，就是大概啦哈，1:3。就是你看有这里哈，这里2个书画，这里1格、2格、3格，大概是这样1:3。那这个月这个2个短横当然写的比较高一点，这里空间比较大。如果说将这个月的第1笔写的比较开的话，那这个月就会嫌太宽，或者是靠近的话会太窄。所以我们这个有啦、月啦、针啦、工具的具啦，这个它这个类似这一种字形啦，有很多啊，像真正的真也一样，真正的真啊，还有那个宝贝的贝啊，都一样。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方形的。那方形的，我们在写行书的时候，也有跟楷书一样，具备有各种不同比例的结构造型啊。例如像这个刚刚讲的为殿七啊，这个是方形的。那像这个赵苦波啊，这个是那个集王羲之的心经，集字心经里面的字。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当然就是要去考虑到它字形的这个上下宽的高宽的比例来这样书写临写啊。好，那这个是刚刚有月真，所以在行书里面当然也有这一种瘦高高的，但是你可以看楷书它的高宽比它是固定的，可是行书的话，你看这个悬针就拉了，从这里拉下来至少1倍的长度，有没有？这个更高了，这个比更高了，这个起码是1:3点多，就是宽度1倍，高度呢可能就超过3倍到4倍。所以像这种字形呢，它在写行书的时候，比楷书的话可以比较夸张一些，就是可以将高宽比的比例
把它做得更悬殊一点啊。那这个是高只有2/5，宽有3/5，这种是稍微扁，但是不像刚刚那个枝叶那一种啊，枝跟叶那一种又更扁了。这种呢，就是稍微高一些啊，可是它的字还是稍微扁啊，但是它是扁扁的，不是方形的。所以在楷书也好，行书也好，那这种字形呢，其实也蛮多的。你只要临过，你大概就知道说我这个字应该要怎么去配合它的高宽比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到了哈，写一个字除了要分间不白，要讲究高宽比之外，第三个就是讲到平衡。写楷书的字体就好像一个人立正站好一样，立正站好，当然就是不会倾向右边，也不会倾向左边，绝对不会，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端正。大家知道哈，中文字的结构造型呢，都是左边比较矮，右边比较高，可以这样看。你看哈，左边这里到这里比较短，右边这里到这里比较高，这里比较矮，这里比较高，这里到这里比较矮，这里到这里比较高。那就好像在照相的时候，你照一间房子，它远端就比较矮，近端这里会比较高的一种透视的原理。所以在写楷书或者是写行书的时候，你要记得右上的角度，那个横画的角度可以比较大，跟水平啊，就是这样水平嘛哈。那右上，我哪边点都比应该比安呢啊，这边右边啊，右边的斜度会比较多，然后越写结构会把横画越写越平。这个立的横画的角度是这么大，有没有？这个第二横它就比较平了，虽然跟水平还有一个角度，但是不是水平哦，只是两个横画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这里也是一样，你看这个年，这个年的第一笔是往这一边上来，你看角度这么大哦，但是横画的角度它是比较平的啊。那例如像这个照是靠这一笔扶额钩，这里是水平的，来当做平衡的稳定的一个笔画啊。所以大家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个平衡性啊，因为我们楷书就是四平八稳。可是这个错步啊，这个错步其实它下方它是斜的，是不是？斜向下方，这个斜向下方，你可以把它理解像我们在走一个坡道，就一个山坡，在走一个山坡的时候呢，你们如果经常有爬山的就有概念了。你在上坡的时候，你的身体是向后倾还是向前倾？当然向前倾，对不对？所以这个错步呢，就是会向前倾。你看这个倾的更厉害，这里有没有？就是说上面一点，然后写一个像山，然后
这个是要稍微向左倾斜，因为要跟这一边的这个捺要做一个平衡。写楷书的时候啊，当然也有字体的大小。写楷书不是字体都要写一样大吗？不是。中文字结构的原理就是笔画多的字体会大一些，笔画少的它就要小一些，笔画非常小的时候那更小啊。例如这个是欧阳询写的九成宫李全名，你看这个干跟李或润这样大小差这么多，像星期日的日大概只有写9宫格里面的中宫那个空间而已，它不是写一样大不是说楷书就所有的字体都一样大，只是说如果笔画差不了多少的，大概比如说12画到16画，可能它的字体差不多是一样大了。但是如果说15画跟4画5画来相比的话，那差太多了，所以那个字体当然笔画少的就要写小，这个是我们应该很容易理解啊。墨色，那墨色我们在写楷书的时候要平均，而且要带有一点点干。为什么要带有一点点干呢？湿当然不行，晕开不行，因为带一点点干，你才能够去看到它这样运行的这个那个笔迹，它运行的那个速度痕迹，这样的线条才有生命力，不会说好像是印刷的一样，好像说我这个字看起来所有整篇的笔画都墨色一致，这个不行的啊。有没有？它这个是不是这里稍微有一点那个锯齿状，这里也有锯齿状那这里也是一样啊。第7个就是我们讲到说笔画的粗细啦，因为中文字不管什么字，它几乎都是有横竖画包含在里面的组合，除非像那个人只有撇捺而已那大部分的字几乎都有横画，像这个文章的文，这里至少还有一个横画。所以横画多的时候要写的比较细，横画很多嘛，那你分间不白，如果横画不写细一点会挤不下。那竖画少的时候它就必须要比较粗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这里有4笔的竖画，那西有1、2、3，有3个横画，所以那个西的横画就会比较瘦，竖画就比较粗。这个金也是一样这里这个1、2、3、4所以这个竖跟横的笔画的粗细要把它分别出来尤其像这个圆，这里只有2个竖画而已，那这个横画很多，对不对？所以这个横画呢，我们就要写细一点不是只有颜真卿这样做而已，其他的字形也差不多但是我发现欧阳询的字体，它这个横竖画的表现粗细不是很明显我们往前看你看这个只有一个竖画，可是这个横画跟竖画几乎是差不多，这个也几乎差不多，这个稍微有一点变化了，这个比较粗一点，横画比较瘦一点这个也是一样这个都差不多，有没有？这个都差不多差不多
好像这个欧阳询在横竖画，除非啦，他横画很多啦，他就可能会比较瘦一点啊。那这个是这个是欧阳询九成宫李全敏的哈。这个1、2、3、4啊，有4个，这个是撇啊，竖钩。那这个横画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它下笔就比较轻一点。那像这里这个踏这个地方呢，因为这里只有2横，那这里有4个书画，所以中间这里呢，它就写的比较瘦一点啊。这里就没有明显的变化，这个横画也比较多啊，跟这个竖画这里就有差异了啊。这个欧阳询在横画多的时候，他还是会清楚的表达，线条要细一点。